猎时刻，这是我答辩排行榜中先天级最远古的长老。原本我这期是打算做最近很火的那个熊猫钓鱼，也就是无名之辈嘛。结果打开一看，操，这不就是那个猪妖砍树嘛？所以我转而又去做那个零件先师，广告也挺多的，还有斗破苍穹有联动。结果这不还是那个猪妖砍树吗？这些画面游戏我都讲腻了。就在这时，我想起了这款在2年前玩过，被大伙称之为怪物猎人原神的游戏。但是我是讲这游戏纯超怪猎，完事了缝个抽角色进去，纯一坨。很多人在下面评论说，嘎嘿，那是你没玩到后面。跟大伙电竞经理一样，非常经典的后面超级无敌好玩，各种牛掰道具，林克你每天上线打个10几分钟，玩个1个月3个月就能获得。那行，正好我电竞经理系列还没啥突破性的进展，咱们去先来个开胃小菜，做个狩猎时刻系列来填填大伙的肚子。来看这游戏到底是不是后面超级好玩呢？能不能证明当年的我是错的？选个最近大区，开始游戏。那这次咱们奋作猎人不打算一个人品鉴如此高端的美食，所以叫上了我们的毕老板，还有全台小子阿坦。林虎是我的好兄弟啊，好事情想不到我，给这些优质手机游戏送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他说只有我这种傻逼才会被骗过来，确实我是傻逼。那这次咱们开局不选长矛了，上次玩发现长矛是扔的，不是近战，远程的判定盒子像坨大便。这次我们选大剑好了。我之前玩是怎么觉得这个画面是还算不错的，现在玩感觉糊的要死，跟坨稀饭似的。这难道就是温故而知新的道理吗？不过我虽然重新玩了这游戏有新的感想，可这游戏貌似没啥变化，至少主城和2年前是一模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我看到了好多超级无敌炫酷坐骑的玩家，取个名就叫奋作猎人，就像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2年前的味道，大剑的动作也是完全不带改的，还是跟怪猎一样。打完西游教程第一只怪，我们接受了活动。还有钓鱼可以玩啊，这不得让我去钓个鱼看看？自动钓鱼还得买个通行证是吧？算了吧，我们还是手动钓吧。OK， 钓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素材，感觉这钓鱼应该是后面每天上线都要玩的吧？不管了，先跟着系统教程去做把奇木巨剑。等一下，我为什么没有钱锻造武器？等一下，我跟他钓鱼花了几百银币，所以没钱升级武器做主线任务了。然后现在又没有解锁委托，所以我没办法去打怪刷点银币啥的。那他喵了个逼的，你这么快解锁活动做什么啊？是想尽快把充值按钮给我，让我好快点氪金是吧？真给我气笑了。不过还好，因为我钓鱼升级了，升级可以去找村长领一点钱，不然咱们就可以直接玩点傻花了。那之前是有观众说我吐槽游戏建模像虎虎，是因为没开最高画质。那现在咱们把画质拉到最高，什么配置调最高看看？我去，这画质居然看不出什么区别，感觉除了模型有了点描边以外，好像真没啥区别。不管那么多了，先吃我的虚拟斩。这波要是停了龙车得爽死，不过没差了，2个虚拟斩就砍死了。这是非常优秀的结算画面呢。玩完所有新的教程后，我们就成为了见习猎人，一群不认识的人就跟他围着扭，没得多。折磨了半天，咱们终于可以和大伙开黑玩了。在等阿坦打系统教程的途中，我也是看了一圈啊。这个阿嬷的脸居然修好了，不再是把别人的脸皮贴在自己脸上一样。但是看板娘的脸还是经典化妆，把脸漂白忘记漂脖子。OK， 讨伐山猪，进来先吃个猫饭。这煮饭阿妈怎么野外的睫毛还是以前的那个儿啊？脸又变成别人的脸皮贴自己脸上了，我操了的！你都愿意花时间重新搞个脸了，你不愿意花时间把外面脸画好啊？那这游戏前期的怪都非常好打，基本 A 2下就会硬直，打你也不掉血的。我们3个人的几把武器直接给他前后戳通了，玩着玩着还有个150级的大佬加进来。飞起来了！他妈围了一场，飞起来了！我操！我去，我有点开始改变想法了。虽然这游戏超怪猎加分和抽角色，但是玩法上来说，这游戏难道不是答辩？就这样继续，我们3个人一路把主线干穿。OK， 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正当我们幸福的讲待会要打哪只怪的时候，我们发现主线任务无法组队。是的，一款共斗游戏无法共斗。主线你只能打单机，你没办法找个人带你过，也没办法和朋友一起玩，而你必须得过主线才能开生态任务，这个时候你才能和朋友一起打怪。然后你把怪杀了，不是要么付剥取票，要么付补货票才拿素材吗？和别人一起玩，每个人都要出一个券，不是说队长出了队友们都能白嫖，是每个人单独算，而且还限次数，你们敢信？这可真是共共又斗斗呢。所以我们3个人开黑，搁那自己玩自己的，我真是服了。
而且游戏的 bug 也是层出不穷，以前那点太快会卡对话框的 bug 还是没修，我现在被卡在看板娘这里动不了了，反卡死也一点用没有，真服了。还有你在竞技场里面从上面的台阶跳下来的时候，会有很大概率镜头被拉到最大的 bug， 你手机玩还好，不嫌麻烦，你2个手指滑一下就拉远了，模拟器玩你还得专门设置个按钮滑这个镜头。不知道为什么这游戏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啊，比如现在我打 boss 打得好好的，就突然蹦出一个波曲，当时你点击这个波曲，它会告诉你 boss 还没死，你不能波曲。那这个波曲突然出来是要干嘛呀？学怪孽打破一个部位掉个会发光的小素材在地上又没学全，素材掉地上了不让捡，你干脆打死了一口气在解说画面给不就得了。 OK， 主线玩到火山这里就已经开始慢下来了，里面的怪物摸一下掉的血差不多跟怪猎一样了。不同的是这里面的怪起手动作特别迷惑，比如说这个异火施救其实就是熊火龙，你有时候以为他要冲撞或者是甩头了，其实不是，就是单纯累了挪挪身子在挨打。有时候你看他好像被击倒了，不是，是给你突然来个粪招。如果是比哪款游戏怪的招更粪一些，这卡普空还真比不过狩猎时刻。那这游戏要怎么提升自己呢？除了我们熟知的装备以外，当然是抽角色啦。角色是可以给你加成的，既然我们是要出系列嘛，当然是要氪点了，也不氪多。上次吐槽狩猎时刻激励计划赚的米，再回滚进来，然后我自己再掏血，意思氪个68就行了。老毕也是直接氪了个68，开抽。咱们648氪一手，这个财神到礼包是直接给龙金的。开完礼包再领一下这个充值奖励，直接差不多2万龙金，抽到底大约可以抽129抽吧。这游戏的卡池是按照角色的武器划分的，每次角色只会出1个或者2个，其他全部都是10块。最变态的还有一些表情包和莫名其妙的装饰品会占用格子。我们前面20抽就出红了，不过直接歪了，出了个艾琳娜，然后又抽了20抽，终于把一个主题角色抽出来了。我一看这是紫的，还不是红的，还好又抽了一次，2连出，夏伯言和夏毛2个唐刀角色一起出了。我直接给灵虎发微信，我说你爹已经全出了，剩下的钱能不能退？他说出个鸡吧，要凑羁绊。我一看剩下的4个人要全凑齐才有完整的羁绊奖励啊！行，夏雨、夏荷、夏冰雹是吧？咱们继续抽这个夏季央，结果40-50抽全是蓝天白云，又来个艾琳娜，这角色是专门用来歪池子的是吧？策划？我靠，一个红的都没有，有病吧？我花掉这个648块钱，只用了他妈的5分20秒。但我转念一想，其实还好，这毕竟这个游戏没有多少角色，池子不会歪得太厉害。然后我打开了角色界面，我直接裂开。你知道一个角色最多有几命吗？他是11命。我一辈子没见过这么有深度的游戏。然后还有个吐槽的点，我仔细欣赏了一下这个建模，所有的建模基本上只要是长头发或者穿披风的角色，这穿模是跑不掉的，只是穿的厉不厉害的问题。最离谱的是我打开自己的技能表，我发现自己的技能居然是和特定英雄的命数挂钩的。也就是说，如果我要学会太刀的所有动作，我就要把这个叫蓝衣的角色抽到11命；如果我要学会吃屎所有的动作，我就要把老八抽到11命。不过抽的时候会抽到一些角色碎片，而且跟英雄的好感度上去还会送2个啊，不至于太离谱。谢谢你灵火，真是一款好游戏，谢谢你推荐我过来玩。OK， 我感觉我已经无敌了，姓夏的抽了2个，夏邑我是直接养到了3命，然后这边 buff 上了一堆，猛得很。虽然说阿唐去陪地大猫吃饭去了，但我想我们2个再搭配上英雄输出肯定是稳过的，只1分才拿下这熊火龙，出来吧夏邑。等一下，不会吧？这游戏多人打怪不能召唤自己的英雄，那我他喵的抽出来干嘛？就纯单机和吃被动是吧？不是人怪猎2个人组队还能带2爱撸猫呢，你这英雄不能带呀！你要抄就抄到底，要分就分好玩。你的英雄磨磨唧唧学个技能还要碎片生命，出战几下心情不好来泡温泉，完事你跟我说多人的时候还上不去。真把我给气笑了。就这样吧，第1期咱们就大致的带各位了解一下狩猎时刻，先打到这牙狩猎了。反正咱们的目标是打到最高级的极分猎人。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想看我继续玩这款非常好玩的共斗游戏，可以支持一下，我还会持续更多搞笑吐槽视频。那就这样吧，我是05，我们下期见。就在最近呢，双11不知道为什么凌晨
这不行，正义的女主不能做后果，直接从浴室冲了出去，质问男主会不会对蓝毛做大伙都喜欢做的事情。然后男主想都没想，表示我怎么会对蓝毛做大伙都喜欢做的事情？我可是会对你们2个都做大伙都喜欢做的事情。那你没想到这傻傻 KK 的男主居然懂大伙都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这我属实是没想到的。我还以为他会和那种经典亚莎系男主一样啥都不懂呢。我现在都怀疑男主是不是那种假老实人了。第二集的一开始，我们天才的男主就想出了个天才的主意，就是说现在男主不是在脚踏2条船吗？那加深感情是现在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男主就干脆让蓝毛和女主都和自己睡在一起。这样晚上还能3人聊天，感情增加就更快了呢！哇，真是个天才的主意。男主就是那种可以和爱因斯坦和霍金在一个房间，还能自身一人把平均智商降到9的男人。正义的女主肯定是反对了在一起睡觉的提案，因为如果他是男主的话，他绝对会在睡觉的时候做一些大伙都喜欢做的事情。男主也非常果断地说，既然这样，那我只好做大伙都不喜欢做的事情了。那就是当太监，大伙都不喜欢当太监，所以女主只好妥协，准备睡觉。然后睡觉的时候，女主听到男主和蓝毛开始窃窃私语，讲一些有的没的。难道说，是的，什么都没有发生。第二天早上，蓝毛抖出了个天大的消息，这个消息让我实在是有点接受不了，估摸着也让大伙都接受不了吧。其实蓝毛是女主还有男主的同班同学，但女主和男主都很惊讶，觉得既然是同班同学，那为什么就没有见到过呢？一点印象都没有。然后蓝毛说，为了让男主喜欢自己，他就一直请假练习做菜，导致了没有空上学。此话一出，大伙都惊呆了。没错，蓝毛居然为了一个不认识的男生牺牲掉自己的高中时间去学做菜，而他甚至都不知道男主喜欢吃什么，甚至都不知道男主有没有可能根本不喜欢女生。这是什么操作啊？隔着玩死亡细胞拿诅咒之刃打5细胞是吧？当男主听到这件事后，决定给蓝毛补习，结果当然蓝毛什么都不懂，什么题都不会做，到了学校谁也不认识谁。这时亚莎系的男主上前打招呼，但男主看到蓝毛的表情后，毅然决然的要把自己脚踏2条船的事情给喊出来。男主的逻辑是，既然谁都不认识谁，那他先起个头说自己脚踏2条船，这样他们3个人会变成话题的中心，这样大伙都认识他们仨了。真是天才哦！幸好被女主阻止，然后第2集就在主角3人在天台吃饭聊天下结束了。后面的剧情展开可能会更加夸张，因为这部番的名字已经从女友成双变成了女友成堆了。其实算是一部挺有意思的番，槽点很多，但毕竟是部搞笑恋爱后宫番，随便看看就好了。那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喜欢本期视频，可以3连加关注。我是林虎，我们下期见。波篮球编年史啊，这是最近我找到了一款开放世界探索冒险游戏。以前就喜欢看网友做的什么波篮球小视频，没想到这居然还有出游戏。现在打折70多块钱，有点小贵，但不是不能买一下试试看。开始游戏，还有剧情啊，好像讲的是这些球员参加什么比赛，觉得没台词也没字幕提醒啥的，所以剧情全靠大伙脑补了。哟，现在还挺热闹的，我转死你们！技术效能非常简单，左键冲刺，右键举头防御 ，F4扔道具。Shift是吸周围小篮球和血瓶，可动是跳起来向下重击。这套电视应该就是开始冒险了吧？这什么小球球？英国嘛，打飞你们！哎，这还可以拍照啊，帅！那这游戏要干嘛？现在没有任何指引，没有任何的提示，我就开始探索这个世界了吗？这是啥？我操，无敌星，撞死你！我猜现在弹幕上会有带本能的一句话，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动物，给我死！撞死你！这怎么说地底下了？我寻思你不是浣熊还是考拉来着，怎么变鸵鸟好了？我踩扁你！我去，每次撞这个大球它都会变小，然后分裂出好多小动物啊。那这些蓝色小颗粒有啥用啊？不知道，先收集了吧，估计后面有用。这还有个拿盾牌的，转。怎么有个什么水在流啊？我操！他们那个什么这么没素质，随地大小便！我去，而且我还跳不上去，我一个翻身给你砸下来，撞死你！这个废弃城堡里面还有个什么法师球啊，都给我死！然后呢？然后我要去干嘛？我操！从这个小月牙看过去，这个世界好壮观啊，好多细节，好多东西我都看不过来。那先让我玩一会儿，看看是个啥情况。这游戏 ，OK， 玩了1天啊，我玩明白这游戏了。首先呢，最主要的玩法，游戏里我们不会升级变强，难度是最一开始就定好的。我们需要依靠冲刺和下路重击来攻击敌人，或者利用地形机关来攻击。敌人的种类繁多，基本都是对每个国家的刻板印象。比如说古罗马帝国，地形全是澡堂大浴池这样，里面的解谜与机关都与澡堂有关，就连 BOSS 都在洗澡。就这游戏把开放世界体现的淋漓尽致。如果有人在问
你什么是开放世界游戏，你把这游戏推过去，游戏的东西多到你根本数不清，地图非常紧凑，紧凑到什么地步呢？整个地图根本不存在空地的这个说法，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无意义的空地，真的就是眼花缭乱，但又不存在重复的无聊任务。看得出来制作组非常的用心，想营造一个欢乐多元大世界。开头说不知道那蓝色颗粒有什么用，实际上蓝色颗粒是解锁各种球球皮肤，还有一些球球需要你用蓝色颗粒解救，它就会帮你踩需要踩的机关。在地图上最常见的还是测试球球，你救下它，它就会帮你踩放出动物 BOSS 的机关，然后你打死动物 BOSS 拿装满，这样就是玩的一个收集加冒险，但缺点也是有的。游戏由于没有什么指引，也没有什么你必须要做的任务，所以有时候你探索一个地方出了什么 bug， 门没打开，或者是什么机关没触发，你自己也不知道，只能瞎转悠。最后重启游戏才知道，哦，原来出 bug 了。说明游戏是可以多人联机，也可以本地联机的，所以你可以找你的好朋友一起玩，互相撞来撞去坑对方，玩起来也会挺欢乐。对，这就是我玩了一天能总结出来的评价了。最主要的就是游戏的玩法了，游戏是没有什么剧情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雷点，就是一款挺不错的开放世界游戏，还可以联机一起玩。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视频上面买一个波篮球，边连死玩玩。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我点亮关注啊，支持更多有趣的游戏视频。那这样吧，我是令虎，我们下期见。Oh boy，欢迎回来，咱们今天继续来玩。
为了玩这是款简化版跑团类 roguelike 游戏，说实话，我早就想做一期视频给大伙推荐了，总是在外面玩的时候想起来要做，回家碰到电脑的时候又忘记了。那最近是因为我拿到了这游戏2代的3档测试资格，想着干脆给你们直接做一期2合1的推荐视频。1代我玩了33个小时，2代刚刚开始玩。当初玩1代的时候，我还是动画训练伙，被安上垃圾去玩的。只玩过多人模式，游戏中你需要操控1到3名角色在大陆闯荡，2代支持4名角色，有很多职业可以选择，每个职业都有不同的属性和自带的一些道具装备。职业自带的属性高低，决定了后面冒险时使用这个属性判定的概率。比如说我的力量高，那么我用力量拿剑砍你砍中的概率就会很高；相反我的力量很低，那么我用剑砍你砍中的概率就会非常的低。属性只会影响判定概率，伤害全靠装备加成。游戏的目标就是打死你选择地图的最终 BOSS， 在过程中会遭遇各种稀奇古怪的事件，各种游戏机制复杂的怪物。也可以选择所有人抱团一起走，每次打怪都是大伙一起上；也可以选择一个人或者2个人先走，这样吃的经验也多，但风险更大。游戏怪物还有装备的种类繁多，因为有 roguelike 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每次冒险都是不一样的。通过一次次的冒险，一次次的失败，获取各种学识点数，在外面解锁更多职业装备。
备、怪物、事件、建筑，每次游玩都是不同的体验，可玩性非常的高。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服务器不稳定，特别容易出现玩得正起劲，房主掉线了或者你掉线了就会非常糟心。游戏的难度可以在开始玩之前调整，但是我比较喜欢玩的休闲点，大部分时间还是玩的学徒难度，因为学徒难度不需要每走一步都精打细算，可以出现各种失误也没关系。特别像我这样容易点错或者容易计算伤害失误的人来说，学徒难度正好。游戏的战斗机制非常的吃运气，很多时候明明概率已经达到90%，配你5次还能失败4次，真的会打到血压飙升。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战斗机制，才会让每场战斗都有挑战性、随机性。你会非常专注的盯着电脑屏幕，每次放招的时候都会聚精会神，祈祷的招式能多判定成功几个格子，多扣对面怪物几滴血。有时候那些不起眼的小怪多扣了你几滴血，这几滴血就会在未来的战斗中埋下失败的伏笔。当然，游戏也是有考虑到玩家因为只是运气差一点导致游戏的失败会很难受，所以给游戏加了一个叫专注点的系统。使用这个专注点可以让你强行提升成功概率。不过专注点只能靠升级回复和在城镇花钱回复，部分偶遇事件也能回复。游戏中城镇也会提供花钱回血的服务，还会有各种道具装备可以购买。过几回合商店还能刷新出新的东西，那你就会想说，我现在的新手村当一波10里坡剑神，搁那刷10几20级再去打 BOSS 不就得了吗？不行，随着时间的推进，地图上的怪物会变得越来越强，混沌也会随之而来。混沌说白了就是世界 BOSS， 出现了之后会直接给你一个很麻烦的 debuff， 比如让任务更加困难，或者让敌人变得更强这样。消除混沌需要你去打死那个混沌 BOSS 解除，或者运气好在城镇街道可以消除一个混沌的任务，完成任务解除。而在解除混沌 BOSS 的途中，时间还是在流逝，下一个混沌会接踵而至，所以玩家必须合理分配好刷级和走路的回合数，不然很容易陷入负循环，就带了一大堆混沌的 debuff 去打混沌 BOSS。而这种紧张刺激带有未知的冒险，就是为了武玩真正好玩的地方。说完了游戏的玩法，我们来讲讲为了武玩1代和2代的差别吧。接下来我会把为了武玩1和为了武玩2简称为1代和2代。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大家直接入坑2代。首先最主要的是，为了武玩出2代，就代表了接下来制作组会着重更新2代，2代肯定会在1代的基础上更新出更多的职业、怪物、武器、BOSS、地图和事件。那么2代和1代除了内容更多了，还有什么区别呢？首先1代直接把跑团车卡那块简化到了一键选择职业，这样的确是方便了玩家入坑，但也减少了玩家自由选择加点、初始自带道具等机制。2代在一键选择职业的基础上加了5个点数，每个职业都可以选择一个初始的天赋，这样，然后5个点数再用来精打细算买装备还是钱或者道具，这样就让同一个职业也能通过更改初始自带的东西测出合适自己打法的角色。2代的主线任务比1代要多一些，偶遇触发事件的几率也高了不少。有好有坏吧，运气好点，你走几步触发了什么事件，一判定全成功了拿到奖励；运气差点就是扣9的减经验。觉得这个机制好不好，纯看运气了。2代与1代最大的改动其实是战斗部分。1代的战斗只要选择打谁用什么技能，然后判定一下过去打。2代在战斗中加入了站位的设定，手持近战武器的人必须站在前排才能打人，如果被敌人用什么技能推到了后面，那就必须移动到前面才能攻击，敌人也是同理。这些格子的玩法不止如此，很多技能大部分都是法师的，可以给格子附魔，那格子上面站的友军就会得到增强 buff， 也可以给敌人的格子附魔，那站在格子上的敌人中毒燃烧这样。2代因为增加了格子玩法，所以很多武器都会带让敌人移动的技能，配合这些技能把敌人打到相应的位置，再让法师用大范围的 AoE 技能砸时间伤害的最大化。但说起2代我很讨厌的地方，就是很多时候想看自己的属性和背包都看不了，有点难受。比如说开宝箱，我想用运气属性最高的人开，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最高，忘记了。1代可以看得到运气属性，2代就看不到了，缺点也就这么多了。对，这就是我对为了武玩1代和2代全部的感想了，还是非常推荐的。大家如果没有玩过跑团类的游戏的话，可以先从为了武玩入手。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本期视频，可以给3连关注，我还持续更多游戏视频。那就这样吧，我是李虎，我们下期见。